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失眠好像成为这个世界的标配，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失眠现象。只有感受过失眠痛苦的人才知道有多无助，尤其是老年朋友，很多人都有失眠的困扰。假如长期失眠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，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危害很大。如果平时多吃它，对失眠的情况是很有帮助的。小米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食材，也是世界上较为古老的栽培农作物之一。同时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，是很多养生人士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。小米富含蛋白质、脂肪和碳水化合物，也是膳食纤维的极好来源。维生素、烟酸、胡萝卜素的含量也非常丰富，还含有钙、磷、钾等矿物质及酚类化合物。平时多吃它，对我们健康很有益处。准备好的小米，将它放入大碗中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小米淘洗干净。清洗小米的时候，轻轻地抓洗一下就可以，不要用力揉搓。用力揉搓，小米的营养物质容易流失。再将淘米水倒掉，淘米水大家可以用来浇花，也是不会浪费的。然后再往小米里边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的量和平时煮饭量一样就可以。将它倒入电饭锅中，按正常煮饭键开始煮饭。再准备一块南瓜，南瓜是秋季的代表蔬菜，它不仅为餐桌带来了美味，还拥有丰富的营养和多样用途。南瓜不仅可以食用，在烹饪方面，南瓜是一种非常适合加工的食材，可以制作成南瓜汤、南瓜饼、南瓜馅饼、南瓜面包等。南瓜纤维丰富，口感丰富惊喜，使其成为制作各种甜品和主食的理想选择。先将南瓜削去外皮，再将南瓜籽去除。我这里南瓜大概200克，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准备就好。接着再将南瓜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点，这样可以缩短蒸煮的时间。切好放入盘中，直接放入蒸锅中，开火将它蒸上10分钟。这个时间准备一把红枣，将它清洗干净。清洗红枣的时候，可以加入适量的面粉。大家都知道，红枣香甜又美味，平时生活中可以当做小零食，也可以当做一种滋补食品。多吃好处是很多的。多换2次清水，把红枣漂洗干净，将它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，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顺便去除枣核，再剪成小丁。大家也可以直接用刀切，不用切得太碎，有点颗粒感，吃着口感会更好。现在来看看南瓜，用筷子可以轻松地把南瓜抽透，就说明南瓜蒸透了。将它取出来，倒入大碗中。用一个称手的工具将它压成南瓜泥，可以用擀面杖，也可以用勺子。再往里边加入3克酵母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接着少量多次的往里边添加面粉，将它搅成面絮状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
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搅成这样的面细状之后，下手将它揉成面团，就揉至像这样一个光滑软硬适中的面团就可以。取出来，在面垫上撒一些干面粉防粘，再将它揉一揉，整理成一个圆形。接着用擀面杖将它擀成一张薄饼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如果大家擀出来的饼边上不太平整，可以用刀切一切，将它整理平整一些，然后先将它放在一边。接下来看看小米已经煮熟了，再往里边加入适量的蜂蜜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加一些。用铲子搅拌均匀，搅拌均匀之后，将它盛出来，放在面皮上，均匀的在面皮上铺上一层。再将准备好的红枣放上去，然后从一头将它卷起来。用刀从中间切开，将它分成两半。像这样一个简单的生胚就制作完成了。将它放入蒸锅中，摆放的时候中间要留一些缝隙，防止它蒸熟之后膨胀粘连在一起。现在盖上盖子，醒发10分钟，再开火开始蒸。蒸好了之后，不要着急开盖，先焖2到3分钟，防止突然接触冷空气，导致花卷回缩。不烫熟了之后，将它切成3厘米左右的片就可以。像这样卷一卷，层层美味，暄软香甜，好看又好吃，用来当早餐和主食都是很不错的，比馒头、花卷还要好吃。里面还加入了小米、蜂蜜、红枣，味道更加香甜，带着南瓜本身的香味，真是好看又好吃。而且做这个美味的南瓜卷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，简单易学，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